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自建邮局，而且是小白一学就会的那种。那首先大家需要有一台 VPS， 这台 VPS 是有条件的，它是需要25这个端口是可以被使用的。那有一些 VPS 厂商呢，它的25端口都不会开放，这个端口呢就是专门为我们的邮件服务器所设立的端口。目前的话我知道的就是徕卡云，我今天会拿徕卡云这边的香港 BGP 的弹性云服务器跟大家做一个演示。那如果大家对邮局比较感兴趣的话，那可以去关注这一类的 VPS， 只需要用到科技 LAN 的这一行命令就可以一条龙安装了。复制一下，右键进来，我们这边目前支持乌班图、Debian 还有 CentOS 这三个主流的操作系统。那我们选择11，这边现在选择9邮件服务器程序，回车。此时呢，它就会告诉你，你当前这台 VPS 的端口，它能不能成功访问 QQ 的邮件服务器，就是 QQ 邮箱。如果能够成功访问，那就证明你当前 VPS 的25端口是打开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不能访问的情况。我们找一台谷歌云，依然使用 Lion 的一键命令。好，选择11，选择9，监测那它就说当前不可用。大家发现自己的 VPS 是红颜色的，装的意义就不大了，就用不了。那我们就拿这个可用的来进行下一步。我们这边选择 Y， 需要你输入一个域名。那这个域名呢，前缀必须带 mail 点你的主域名，选择回车，是需要我们到 Cloudflare 里面去解析的。首先是 A 记录，我已经来到 Cloudflare， 我们这边选择 link 这个域名，然后选择 DNS， 我这边是空的，当然大家如果有解析其他的也没关系那我们这边点击进来，只要不占用 mail 就可以。那我们名称 mail， 那我们地址复制它，把小云朵先关掉，选择1分钟。 OK， 那我们的第一条记录创建，我们再创建第二条记录。第二条记录是 CNAME， 点开这个 A 记录这边，然后选择 CNAME， 填写这个，填进来。目标的话我们就使用这个，对，这样的。好，那我们这边1分钟这是第二条。邮件服务器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域名解析，尽可能的简化大家的一个流程。第三行我们依然是 CNME， 那我们这边双击它，右键，我觉得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就这么复杂。这是第三行也搞定了。接下来第四行还是一个 CNAME， 好，这边呢我们依然是复制它。那我们把这个1分钟开启，4个 DNS 记录已经填好了。我们再看第5个是一个 MX， 是 at， 那我们新建在这儿看到了吗？ at 就是你的根域名，这块呢我们选择10吧，保存。还有一个 txt 记录，添加 txt， 给它一个名称，也是 at， 这个整个复制一下。虽然咱不是特别懂它每一个记录都在做什么，但是逻辑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跟什么过滤验证有关系的。配置成这样的，大家从下往上看，1 2 3 4 5 6，跟我们这边的1 2 3 4 5 6对上。下面这个 txt 是要等我们的程序装好以后我们再获取，再填入到我们的 DNS 记录里。已经配置好以后，你可以按任意键继续，任意键。好，它就开始安装邮件服务器的 Docker 镜像。那这边大家放心，如果你没装 Docker 的话，科技 LAN 这边会帮你装 Docker 装好再会去拉取镜像部署容器，一条龙走下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装好了，我们点击这个链接，这是 SSL 证书没有配上，我们直接点下面的高级，下面的继续，这个默认的不需要输入，你只要把下面的这个 ADMIN 输入一下，这个是你的管理员的邮箱，给它再配置一个密码，再选择下一步。现在只有管理员的邮箱，我们可以添加邮箱，然后随便输入一个名称，下面这些选项都不需要动。好，我们直接点击提交，新邮箱别名就已经创建好了。我们回到这边，现在有2个，一个是管理员的，一个是普通用户。这边有个系统设置，点一下这个 TLS 证书这块，
这个是申请证书。下面呢是如果你有现成证书的话你就可以使用申请免费证书，勾选启用，然后就用我们当前的这个域名，然后点击申请。申请点完以后呢，他说需要稍等一会儿。好，这时候呢，我们日志可以看到证书已经申请完了，并且给我们颁发了。好，我们回到上面来，然后点击保存。我们可以复制链接重新输入一下，小锁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安全的 HTTPS 的方式访问了。我们证书已经使用成功了。选择域只有一个域，我们可以在这一台服务器上再额外增加域名，不是说一台 VPS 只负责一个域名邮箱，只要搭建这个服务可以多域名邮箱的。我们点击进来 DKIM 的给它一个激活，就让我们这个邮箱更加受信任。激活以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串代码。首先我们要复制这一串代码 DNS 记录解析这个地方添加一个 DNS 记录，我们选择 TXT。 好，把刚才的粘贴进来，1分钟。然后这个值我们在哪里找呢？值是从这个地方复制到这里。好，复制一下，好，粘贴进来，这样的就齐活了，我们就可以点击保存了。好，至此我们所有的 DNS 记录就已经全部搞定ADMIN 后缀删掉，然后只保留我们的最纯粹的域名。我们回车一下，我们可以在这个界面登录你的邮箱，就是新建的任何别名的邮箱都在这里面输入。好，输入邮箱名，输入密码，登录，来到了邮件管理后台这个就像我们的 Outlook 或者 Gmail 一样收件箱、草稿、已发邮件已删除的邮件。那我们点击写邮件蓝色的这个地方，然后给我们的 Gmail 写一封邮件，给它一个主题正文，然后点击发送。我们通过 Gmail 就能看到这封邮件是在我们的收件箱里的，这就是我们刚才发过来的邮件。好，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正文，发送是没有问题的，回复一个。好，我收到了，谢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回信已经来了点击进去可以看到 Gmail 发过来的回信，收发功能测试没有问题，一切正常。这就是我们域名邮箱去使用的方法。当然这个域名邮箱里的功能不仅限于此所有的邮件功能它基本上都会有的包括监控包括你的人员之类的，所以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看一看。这个完全可以给组织等团体去使用的企业级的邮箱。那邮箱我们已经装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脚本里头，可以对邮箱后期进行一些维护。好，我们这边选择11，然后再选择9。好，这时候呢，它会监测你当前的邮箱已经安装了，在你这台机器上，你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址。好，下面呢，你可以更新它，你也可以去卸载它，都是非常方便的不想要了就可以卸载。卸载的话，它是会把你的容器和镜像全部卸载掉，然后再次进入9，我们会发现又要重新安装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主要跟大家分享了邮件服务器如何搭建，基础的使用方法，拥有我们自己的域名邮箱。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